各位观众，当你此刻闭上眼睛，试着在脑海中默念“我是谁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正在思考的我，究竟藏在身体的哪个角落？是颅骨里那团1.4千克的神经组织，还是某种漂浮在宇宙中的神秘存在？今天，我们要揭开人类文明最古老的谜题：意识到底是大脑的造物，还是宇宙的馈赠？第一章，当科学遇见意识。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类大脑有860亿个神经元，这个数字比银河系的恒星还要多。它们通过每秒400亿次的电信号交换，编织出一张精密的网络，就像城市电网的负荷达到临界点会点亮霓虹。当足够多的神经元以特定模式激活时，意识便悄然浮现。这就是科学界主流的涌现论。大量水分子聚集产生湿润特性，这就像水分子本身没有湿润的属性，可当它们汇聚成河流，湿的感觉就自然出现了。但问题来了，当神经元放电时，为什么不是产生一堆化学物质，而是诞生出我在思考的主观体验？这个被哲学家扎尔默斯称为意识难题的问题，至今让科学界束手无策。科学家面对脑电波图谱皱眉，我们可以测量大脑的血氧变化，可以追踪记忆形成的神经路径，甚至能通过脑机接口让瘫痪病人重新站立。但没有人能解释，为什么大脑的物理活动会幻化出爱的甜蜜或痛的尖锐。第二章，科学照不亮的角落，让我们直面这3个让物理学家失眠的困境。第一种困境，主观体验的鸿沟。当你咬一口柠檬，大脑枕叶会处理黄色的视觉信号，味觉皮层会接收酸味刺激，但所有这些物理过程加起来，为什么会变成你口中酸涩提神的感受？神经科学家能告诉你大脑哪个区域在工作，却无法解释这些信号如何转化为体验本身。第二重困境，自由意志的幻象。2008年柏林大学的实验证明，在人意识到自己做出选择的 0.3 秒前，大脑运动皮层就已经产生了信号。这意味着你的自主选择可能只是大脑预先设定的程序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？第三重困境，死亡的终极考验。如果意识是大脑的副产品，那么当心电图拉成直线时，我就该彻底消失。但全球已有超过2000个经医学证实的濒死体验案例，患者在临床死亡状态下，能清晰描述医生的手术过程，甚至看到自己被抢救的场景。这些案例像针一样刺破了科学的完美理论。第三章，大脑是意识的唯一宿主吗？主流科学界坚持，意识无法脱离大脑存在。1848年，铁路工人盖奇被铁棍刺穿额叶，从此从温和的好人变成暴躁的混蛋。这个案例证明，大脑结构决定人格。海马体受损的病人会失去形成新记忆的能力，就像电脑硬盘损坏无法存储文件。但这个硬件决定软件的比喻，在某些现象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2014年，美国神经学会记录了一个特殊病例，一位癫痫患者在大脑半球切除术后，竟然保留了完整的语言能力和记忆。如果意识只存在于神经组织中，为什么半个大脑消失后，我依然完整？第四章，当意识飘向宇宙。当科学解释不了所有现象时，更大胆的假说开始萌芽。量子意识，大脑是台收音机。诺贝尔奖得主彭罗斯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：意识并非产生于神经元网络，而是源自脑细胞微管中的量子叠加态。就像收音机接收无线电波，大脑只是意识的接收器。宇宙中存在一个无处不在的意识场，我们的思维不过是对这个场的解读。这个理论完美解释了濒死体验。当大脑功能暂时停止，意识就像信号脱离收音机，飘向了更广阔的意识场。泛心论，石头也有意识。哲学家怀特海认为，意识是宇宙的基本属性，就像质量和能量一样普遍存在。不是大脑创造了意识，而是大脑像透镜一样聚焦了意识。这意味着
路边的石子可能拥有极其原始的意识，而人类意识只是更复杂的组合形式。想象一下，整个宇宙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意识体，地球是它的一个细胞，而我们是这个细胞里传递信号的神经末梢。第5章，那些科学无法归类的证据。让我们看看这些经过严格查证的案例。印度男孩塔尼什克从3岁起就能准确描述自己前世的住址、职业，甚至能认出前世的亲人。研究者查证后发现，他描述的人确实存在，且在他出生前1年去世。1975年，美国护士梅洛迪在心脏骤停期间，看到医生从他的胸腔中取出假牙，这个细节在他苏醒后得到证实，而当时他的眼睛全程被蒙住。更诡异的是，群体意识现象。1995年，数百万只萤火虫在泰国湄公河沿岸同步闪烁，仿佛被同一个意识操控。2001年9月11日，全球各地的随机数发生器突然出现异常波动，时间恰好与世贸中心被撞的时刻吻合。这些现象指向一个惊人的可能：意识或许是一种宇宙级的信息场，而大脑只是接入这个场的终端。第6章，未来的钥匙藏在何处？如果意识真的存在于量子层面，那么人类离破解灵魂之谜就不远了。2023年，谷歌量子计算机首次模拟了100个量子比特的纠缠态，这意味着我们或许能在实验室中捕捉意识的量子痕迹。技术乐观主义者预测，到2050年，人类可能通过意识上传，实现数字永生。但这引发了更深刻的问题：如果把你的意识复制到电脑里，那个数字版本真的是你吗？还是说，它只是一个完美的赝品？从哲学角度看，或许我们一直误解了自我的本质。当你仰望星空时，你大脑中的神经元正在模拟宇宙的结构。这究竟是巧合，还是宇宙通过人类的大脑在观察自身？从人类瞳孔渐变为旋转的星系。当你下次在深夜思考人生时，不妨记住这个可能性：你的思想可能是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时就已埋下的种子，而此刻，它正在通过你这个小小的接收器，试图理解自己的起源。意识的真相或许就藏在下一次神经元放电与宇宙射线交汇的瞬间，而我们都在等待那个答案揭晓的时刻。关注我们，探索更多科学谜题。